新年快乐！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多多的留言。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理事长黄杰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马上有福，马上有福。接下来是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何荣好，大家好。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年呢，马上平安，马上平安。另外，第3位是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新的一年祝大家马年安康。好，那今天呢是2月21号大年初5啊，在这个地方祝大家新年快乐，马上就能够平安，马上就能富贵。当然呢，马上订阅寰宇全世界，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好，那农历春节呢，可以说是春暖花开，但是今年重中之重，大家还是会看的是中美两强的关系啊。这中美会不会也进到一个春暖花开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呢，预计在今年的4月份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态势目前看起来啊是越来越明朗。那川普最早提到这事呢，是在1月23号，他在空军1号上面呢接受媒体访问时，他公开了这项行程。美国驻中大使庞德伟也曾经透露，川普回邀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8月到9月这段时间回访美国。但现在外界也看啊，原因跟美国的其中选举大概脱不了关系。好，那即便呢，中国大陆内部在1月底传出了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同时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2人遭到立案调查，但川普呢，先前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只表示，他强调了，他说在中国只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就是习主席。而在年前，我们也看到了美中俄3国的元首啊，在2月初彼此也先通过了一个热线电话。川普2月4号晚上呢，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那事后呢，川普向外界表示，中方考虑进一步要采购美方的农产品，包括在第1季要把戴亚豆的采购量提高到2000万吨。那习近平方面则是重申，台湾是中国大陆的领土，美方必须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好，现在问题来了，黄老师，我先请教哈。那么4月份现在看起来态势，中美两国的元首会这个川习会呢，态势是很明朗，而且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先前的讨论到最后启程互访，这之前应该已经很多事情都谈定了哈，不然可能连飞都不会飞。那我所以请教，在4月份的第一次会面，这是今年川习2人的第一次会面。现在也看到了，先前在2月4号通了热线，而且提到了军购问题啊。您觉得在4月份的川习会可能的几个重点方向会是什么？对于北京来讲啊，尤其是在对美工作上面，过去30-40年来，最关键的就是台湾问题。那么一路的演进到现在叫做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所以在4月份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应该会台湾问题是躲不掉。我们再回看2月4号那个通话，其实这个美国总统跟习近平通话之前，习近平是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那么中俄通话的内容应该跟中美不一样，但是中间也有一些重叠啊，包括伊朗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办啊，乌克兰战争要不要结束？可是就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去北京最重要就是 trade deal，就是能够把这个交易啊，能够把它实质化。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川普本来就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在除了关税以外，也在广泛的贸易上达成一个协议。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今年美国有期中选举，他要把经济搞上来是他这个重中之重。所以你看，在我们现在回想2月4号那个时候通话的时候，有谈到要加买玉米，而且是今年的第1季。有谈到这个石油因为委内瑞拉的事情，就是能源。另外就是美国最在行的飞机引擎，
这些其实川普到大陆是去做生意的。那个通话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发觉，到底4月还要不要去啊？对，就是中美之间问题那么大，可是我觉得那通话的那个讲话的内容，让我感觉双方都想4月见面。感觉上双方都希望4月这个不要有任何的变数，不要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先把自己的条件都开出来了。美国要的是经贸，特别是在经济议题上面。那中国方现在要的是特别军购的部分，是这个部分会怎么谈呢？这个军购，我觉得要分2个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农历年前啊，这个沸沸扬扬的就是1.25兆台币的这个特别军购条例，到底要不要过？那要不要进程序委员会？吵了很久。那在这个之前，美国有一部分正式通知国会的啊。这个111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项目，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大陆极端敏感的啊。就是如果全部都准时到达，做好训练，然后能够发挥战力的话，我们可以说新一批的军购很可能会对中国大陆决定用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的时候，它会遭到比较顽强的抵抗。当然啦，美国在交货的期程上面，这个一直没有办法依照当初合约来走。那这些钱投入以后，过去的 F-16交机那么缓慢啊，等到特别条例、这特别预算走到最后1年呢，第一架还没有飞回来，那可以想见，就是国会对于再投入那么多的钱是有疑虑的。所以老师觉得川协会先前也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第4公报，这个部分的可能性，您觉得？我觉得美国有相当的动力啊，因为第3个联合公报是44年前，你想想看，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的国力，那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如果在中国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要处理好未来中美竞争的关系，这个战略竞争，如果能够走在一个双方都能够感觉到是相对稳定的道路上面的话，这个第4项联合公报是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应该跟军售也会有一些关联哈。那就看了，因为这跟还牵涉到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先前的3公报，还有包括台湾关系法，其实都围绕在所谓的军武啊，就是这些防御啊，主要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或政策，另外一个就是对台军售会不会有变？那这个东西其实在1992年老布希总统宣布对台军售150架 F-16战机以后，这前面3项联合公报只剩下一个一中，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变化很多了。所以两岸之间现在大家在看的是说，今年尤其在军事上面哈，那会不会因为军售，然后呢造成态势的转变？那川普呢曾经被媒体追问啊，会不会担心说解放军在一开年就进行这个清洗整肃，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或是刚提到的台湾议题上面有产生任何影响？川普的回应是呢，他密切有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他认为呢，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备受尊敬，习近平就是中国唯一的老板。还有一位领导人呢，在这个美中元首会面之前呢，他是很想先跟川普来一场会面啊。这个人当然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日本共同社也报道说，高市希望在川普访华前呢，先来安排与他的见面会谈，确认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而且共同商讨对华政策。回顾这次日本的国会大选呢，我们看到高市在先前受访时也强调，他并不是主张，因为他针对了所谓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这个引发的冲突、引发的争议哈。那他强调说，日本主动对中国大陆采取这个军事行不是啊。不是主张日本主动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如果台湾发生严重事变，日本需要优先联合营救在台湾的日美公民。那如果美军遭到攻击，但日本袖手旁观呢，就会造成日美同盟彻底瓦解的这些疑虑。所以文佳老师对于日中关系在今年想要回温，日本外务省会给高市什么样的建议？您觉得？我首先来看呢，其实这个日中呢，这个今年要见面的领袖。要见面机会，我想是非常之低哦，可能性很低哦，因为来自一个其实在2月8号
我想高市早苗领军的这个自民党改选呢，也获得了胜利嘛，那因为什么胜利？基本三个原因嘛。第一个，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铁娘子，就是英国的铁娘子的一个自居，而且他是对接了安倍2.0加上这个川普的2.0啊，所以彼此之间呢都是一种保守，而且呢相对右派的，所以他们之间呢是彼此之间是更加的紧密哦。那第二个，他胜选原因当然就是他的经济政策等等哦。那第三个就是他的外交跟安全保障哦。因为其实台湾有事等日本有事，其实这也调动了日本国民整个对他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毕竟这个日本呢，其实他的从战前到战后，其实他都是以投亚入欧哦。他认为这是日本有优越感。那刚好高市早苗调动这个日本的优越感就是他要置于中国，不受制于中国。这个底气之下，这个自民党的在众院的改选是当然是获得胜利嘛那所以这样的安排的话，可能就是说，既然是他对中国是强硬的。所以他此时此刻他也不容易去跟这个习近平去做一个见面此外呢，我想刚刚您所讲的是有个梗就是我们记得那时候这个高市早苗10月21号就任首相接着1个礼拜就跟这个川普先见了面见完面之后才去见了这个习近平11月初在那个就是先美后中嘛，对，就是先美后中，然后接着在11月7号才在国会里面提到说台湾有事他们会启动所谓的集体自卫，集体自卫权那集体自卫权的概念就是它会跟随着美国。那其实如果说一旦台湾有事，那当然跟随美国就是他会就发动所谓的一个后勤，或是说一个情报等的一个协助嘛。那我想说，如果这次呢，这个川普他当然希望去见了这个习近平之前呢，能够跟高市早苗来见面，来做个交换意见那这样子可能也能把这个不管是川普的意志跟这个高市早苗的意志，给它联合起来那当然对整个一个美国、中国跟日本3方面呢，其实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想说呢，此时此刻我觉得日本还是更需要美国的引领那其实这个态度会不会见面，或者是说见面的对话是什么？我觉得还是以川普的意志为意志。这有可能会排在川习会之前，高市就能够如愿的跟川普见上一面吗？您觉得？还是说通个电话？我觉得应该是会见面因为毕竟他们之间是非常的这个 body 会见面，因为毕竟呢有这见面的3分情，那能够有效的沟通，那也让这个川普去这个中国呢也更有底气因为毕竟有日本这个所谓的安全的一个大家一个连接那这样对中国而言的话是形成更大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美国呢对中国其实是一种威慑。是用联合的威慑的力道。那如果说有先争取到日本的支持，那当然去中国，那谈起来当然也会这个压制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气焰。了解。2026 4月其实还有一件大事情就是川普对全球提出的对等关税满1周年了。川普在2月初的社群上面他发文他说他们已经跟印度。就是特别跟印度总理莫迪呢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对于印度所课征的对等关税将会降到18%，印度股市还因此一度出现大涨。彭博报道说呢，川普因为印度向俄罗斯买石油而施加的25%的关税将会移除。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新公布，2026 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52.6，重新回到了50以上的扩张区间，远高于路透社所调查预期的48.5这不但创下了2022年8月以来的新高，也终结了先前连续10个月处于微缩区间的走势，显示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动能有明显的复苏迹象。那现在马上就要满1年了，这个关税这搞得全球真是天下大乱陆老师觉得真的已经达到了川普现在从这些数据来看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实际的数据？除了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些现象可以观察，川普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达到他的战略目标吗？我想他有局部的达到他的所谓的战略目标，因为他的战略目标当时有3个，第一个是减少他的贸易逆差，增加他财政收入；第二个是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第3个能够重建他整个供应链的经济的安全。那在贸易逆差这方面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美国去年2025年还是贸易逆差非常的大，这一点还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改善。那至于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这一部分开始初见的成效，
不管日本、韩国，我们台湾都希望去美国设厂，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希望在美国的投资能够增加，这会增加美国制造业的这个能量。好，但第三个呢，它的供应链的确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这个支持之下，它会获得一个程度的这个保障。那至于你说它的替代指标的话，像制造业的这个采购经理的指数，确实大家预期48.5，结果是52.6，确实升高很多，表示美国制造业开始活络了。但是这也另外引发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通膨的现象产生？因为目前为止，通膨只有微幅的，还没有整个效应，就关税所产生的通膨效应也没有发挥出来。但是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一直很担心通膨，所以他一直不愿意降息，这也是他们在通膨这方面的控制还不错。那至于它 GDP 的成长也不错啊，去年2.2到2.6之间啊。那第四个呢，它这个在就业方面也还不错，所以它在替代指标的方面表现的是不错。所以它战略目标有些达成了，有些还没有达成。是。那今年2020年是它的关键年，检验川普对等关税是不是能够达标，是最好的一年。因为今年要面临它的期中选举，对，这是最好检验的一年。2026确实是非常诡谲的一年啊！刚才特别请3位来宾、3位老师呢写下对2026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一个形容词啊来预判一下今年。来，我们来看一下黄老师，你写的是险哈，这个几秒钟来讲一下为什么险？研究国际关系看得越多啊，担忧越多，确实有很多风险存在。OK， 那如何集体去风险？大家多努力。好，2026是很险的一年。文甲老师是写变与不变。哦，是不是看呢？其实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哦，其实一句话是能够这个道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就是变。对，那不变就是就是只有永远的利益哦，就是不变。因此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国际关系可能要讲到说每个国家都每个利益跟的立场。好，2026还是充满变的一年。来，罗老师，我认为是乱中还是有序，因为只要川普他是一个信奉，就是他不信奉多边主义，他信奉就是双边对谈的一个人，所以他认为大国政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如果他笃信这样的概念的话，那大国可以在很多争议纷争当中，譬如说2月4号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那习近平跟这个普京通电话，都是一种大国政治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问题。那我们预计今年可能俄乌战争也会告一个段落，如果没有特殊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谈的都差不多了，我认为也会告。那至于川普跟欧洲的这个国家的关系呢，虽然是有点混乱，跟过去美国跟欧盟国家的相处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只要这欧洲国家找到跟川普的相处之道的话，应该问题都还可以解决。好，所以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希望还是乱中有序。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在2026，其实全球还是会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尤其在2026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在台海。我们来看几个数据这个包括了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所提交的一份报告《2025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当中内容呢是罕见的以高度又直接的语言指出了人民解放军呢，正以2027年具备在台海冲突中取胜的能力作为明确的军事目标。而这个报告当中也指出，解放军已经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反复的演练3种可以实际操作的路径，包括2栖登陆作战，还有密集飞弹与火力打击，以及海上封锁，像是切断航道啦、港口还有外部的补给，让台湾承受长期的压力。先从海上封锁这个层面来分析的话，解放军的战机侵扰西南空域的架次
虽然说这段期间并没有感觉到明显有增加或增大的趋势，但解放军的军舰却是常常绕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比如说也派出了像是075型的2栖攻击舰呢，在台湾东部。那请教黄老师，兵推方面曾经也针对这些沙盘推演过、兵推过哈。那解放军目前大家都会想，我们在讲的是封锁台海，哪几种想定曾经兵推过？几乎可以想，对研究解放军的人来讲，目前以东部战区，如果再加上南部战区，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包括火箭军，通通算在里面。所有可能对付台湾的大到弹道飞弹，小到远程火箭，都推过了。那真正因为大陆现有太多的火力跟兵力，是可以投射到台湾，或者是超越台湾进入西太平洋，这个他能力已经具备了。所以封锁是不困难的，对不对？封锁基本上 blockade 在军事上面就是严谨的军事的定义上面，封锁已经是战争行为。所以一旦用这个字 blockade， 那基本上就等于宣战了并不是那个国会宣战，而是就是战争行为了。那但是第二个封锁蛮难的，你要封多久？封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东西进，也没有东西出。对那你要封锁多久？3天，还是3个礼拜，还是3个月？封锁又分局部封锁还是全面封锁？再下一个层次，碰到封锁就会影响国际民航跟国际海运，那这个就会惹毛很多人，影响很多人。要不要做多久？那以目前中国大陆搞的2栖攻击舰或者是2栖攻击登陆舰这一类的，以现在目前的部署来讲，还停留在拒止，基本上它不是封锁台湾用的，也不是打击台湾，还说不上。最重要的是不让外军干涉或介入，所以基本上还停留在反介入跟那个区域拒止的这些作为，包括海上民兵都是这一类。那所以台湾要怎么样面对所谓的封锁，然后进行反封锁呢？诉诸国际是一个方法，还是打电话诉诸国际？那个都是兵棋推演的第一动作了。先召开国安会紧急会议，然后再打电话找外国人帮忙。这些所有参演的人都会做。但是我们真正突破封锁的问题，我们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向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所以我们的手不会伸得太长。所以如果它是远端封锁，那我们都是什么打坦克的，或是短程无人机，那基本上你没有兵力去突破它，那护航更难。对，所以这就是包括海军在内的，就有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做这个近海海军，我们要有一定的能力去把我们需要的物资，包括食物、医疗、这个能源，要能够把它护送回来。因为别国不会帮忙，而且其实封锁它应该不是一下子就收紧全部，而是逐步的。对，有可能啊，这种各种可能性都有。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如果你要应付所有可能超过我们的国防能量，超过我们要花太多的钱，军队包括美国在内，台湾也一样，古时候也是，现在也是。有一句话最难回答。就是 How much is enough？ 我投入多少资源，我才会感觉到安全？我确定他弄不到我。这是一个答案千古名将都在找答案。所以其实不管封锁也好，反封锁也好，要考虑的就是那个 cost 对，这到时候的成本代价啦。那刚刚提到说这份2025的军事安全发展报告特别也列出了中方对于美国本土的威胁这个报道当中也指出呢，中方的核武扩张、网络作战加上太空能力，已经具备在危机或冲突中将会直接的影响到美国，而且是连美国本土都可能受到威胁，像是美国本土的社会运作啦，还有包括美国自身的这个军事调度能力。那解放军我们知道他们的3航母现在已经正式成军成型，而且呢是演练的越来越熟悉，在逐步的进逼之下，似乎现在常常讲说第1岛链、第2岛链、第3岛链，起码在第1岛链已经有把握跟美军来作战了。那当然这个对战双方
把它拿出来比较的话呢，美军现役有10艘航母啊，但是不太可能一次出动10艘。那如果真的对峙的话，在第一岛链，文甲老师认为解放军在第一岛链阻止美日因为反介入它可能会做法是什么？的确呢，其实在中国现在的一个军事强大以后啊，其实它是之前是从近海威慑，现在到了结构性的挑战美日的安全体系那当然此时此刻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前一直仰赖着台海安全是来自于美日的介入嘛，介入。那其实现在的演变当然这个中国随着它的这个陆海空天电网再加上你讲核武，再加上太空等等这些呢，其实中国已经有长足的一个进步那当然这会引起这个美国跟日本他们的一个高度一个紧张那但是其实我想这个理事长也清楚就是说在美国的历次的 CSIS 的兵推里面提到，如果说一旦这个共军这个在台海挑事的话，那其实有2种情况是就是会成功的。第一个就是美国不愿意介入，第二个日本不愿意出借基地给美军来使用那因此呢这个我想是应该是美国、日本现在急着要去赶快去做好一个因应的准备，这样子才能够发挥所谓的中国的反介入的力量嘛那我觉得他现在美日之间，就我观察，他可能现在需要的是靠着一个科技的一个整合跟多域的一个协作。因为既然这个中国是发展陆海空天电网，那当然他们美日之间也会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制那所以呢，我想他们此时此刻呢，现在要注意的中国对，尤其台湾这个部分可能刚刚你所讲的，可能第一段要做一个海上的一个封锁给台湾这种压力跟美日这样的压力。第二个当然就是密集的这个像火箭炮、无人机等等这些东西，或军舰或是航母来这个一个军力的一个投射。那最后一个才是这个2栖登陆作战，但是我觉得2栖作战也不大可能会发生因为可能就是在决定在第2阶段是不是有效的火力的一个攻击台湾，让台湾能够这个投降，或者说美日就不愿意再继续投入了。这我想是决战在第1跟第2阶段。所以关键就在于说美日的介入嘛。第2是的。那当然，对于中方来说的话，当然要是反介入是。可是对美日来说的话，他又如何做到反介入？他们的战略会是他们的思维会是他的战略当然他其实一直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醒台湾你自己还是要撑起第1级你第1级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实际上如果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或是说对民防或是大家的一个心理建设或是团结的话，那其实这个第1级我觉得是非常之沉重而且也是我们现在落实下来的。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成功第1级，那当然他现在整个一个日本或是美国的一个武器投射，他就用离岸制衡战略，其实它是放射在这个时候冲绳这个就是西南诸岛的地方免得这个放在台湾，万一打了台湾就没了嘛，就被摧毁了。那因此我觉得现在美日更会加强在一个西南诸岛一个军事建设，这样子既能够防卫本身日本的本土，也能够对台湾的一个投射的一个资源。黄老师简单请教快速这个请您回应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单以台湾自身的国防的能力来讲的话，如果排除美日的介入，做得到吗？我们不管有没有能力，只要遭受到攻击的话，就是拼上所有的力量去抗拒、去抵抗。那结果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如果说只是海空基地通通被摧毁，跑道拿掉、雷达站打掉，这个很快，72小时之内很可能台湾就有很多地方会断裂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最终的政治目的，任何用兵为的是达到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是治理台湾，然后把台湾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基础建设保留，那你就要确定你怎么打法。而且现在讲说兵推除了请教2位这个军事专业的军事兵推以外，还有包括像是经济兵推跟金融兵推也相当重要。2026我们看到在金融这一块，像美股啦、日股啦、台股都延续2025的强劲走势，当然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Morgan Stanley 呢，他们就预估标普500指数将会再上涨13%，那么日股呢也稳稳站上5万点，台股也是稳坐3万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虽然外面有这个地缘高度的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可是资本市场还是情绪高昂。可是呢，在2025，就是大家也看到2026会延续的是 AI 的走势啊。可是只靠 AI 独撑，再加上还有刚刚提到的通膨问题，如果很难退却的话，再加上现在一起考虑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呢，2026相对来说就风险是小多了吗？这怎么看呢？从这个解放军过去我们也知道，他们举行了非常多的军演，特别也是有封锁的军演，但是呢，在那段期间看到台股其实是大涨的哈，感觉上好像无关，高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就不能排除吗？这个风险是当然存在的，诚如刚刚黄老师讲的，如果是全面长期的。这全面的封锁性的这个台湾海峡的话，那对台股是核弹级的一个爆发，核弹级的影响。但如果是局部的、短期的、灰色地带的封锁，或所谓的准封锁的话，那可能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从裴洛西事件啊，到这个围台军演，到飞弹越过台湾的领空，那这些事件，台股确实有跌，但是马上就恢复。所以对整个台股的走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的影响，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那虽然外资在去年他们也卖掉了这个将近200亿美金左右的这股票，但是他们都还是 parking 在台湾，所以他卖掉了，但是他还在钱还是留在台湾，还是伺机要去买，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他们又害怕又想来赚台湾的 AI 的这个财 ，AI 的资本市场的财，所以这个格局目前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只要AI 它持续火热，这4大 CSP 业者就是微软、Google 啊这些，他们持续有每年将近750亿美金到1200亿美金的这样投资的话，那 AI 是持续会畅旺。当然，我们说如果有一天 AI 这个投资整个停下来的时候，那对台湾股市的影响是很大，因为目前 AI 的获利，台湾股市 AI 的获利是占我们整个科技股的40%以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这40%拿掉的话，那我们台股一定会下跌。对，所以其实2026还是充满着高度的政治风险的一年呢。那不管你是投资人，或者是你没有在投资的，你都必须居安思危。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2026也来看一下台美之间的经济上的这些相关联动性啊。那么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我们要举的就是鸿海的案例。在2017年呢，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啊，跟当时就是美国总统，当时也是川普。那么他们呢高调联合宣布鸿海在威斯康星州的设厂案，当时呢 Made in USA 啊，美国制造也成为了川普竞选连任的最有力诉求，当然也为鸿海的转型布局注入了强心针。鸿海是做足了准备，他们问遍了台面上所有的国际级的管理顾问公司，还特别找来麦肯锡来协助在建立美国设厂的初步框架。接着呢，又找了 Deloitte 啊这个提案做选址筛选，最后。这个鸿海团队是认为税收抵减补助是帮助平衡美国与中国之间竞争力的必要条件。然后呢，他们敲定是由安永来担任顾问，负责与美国州政府谈判补助的相关问题。可是没有想到呢，1年之内这个剧情急转直下。因为中国大陆的面板厂新产能陆续开出，使得面板的价格暴跌。尤其这个京东方合肥10.5代线在2018年3月开始量产交货，让鸿海瞄准的大尺寸电视面板的报价面临腰斩，因此呢，价格战出现了白热化，打得非常的激烈。2018年6月。郭董呢还跟川普一起在这个鸿海的威斯康星州的动土典礼上，两人当时呢还开心的宣布说，这个威州厂呢将会成为世界第8大奇迹。但当下对鸿海来说如果再到美国再去设一座10.5代线的面板厂，在商业策略上已经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意义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设厂的进度延宕。
那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就威斯康星州他们选举呢，结果变天了，换人执政，换成了民主党。鸿海当然希望能够重新跟民主党执政者，就这个州长呢来谈设厂的规划案，改设其他的生产线，但最后呢无疾而终。那也因此呢，被冠上说是言而无信啊，跳票导致鸿海的形象受损。好，在这个决策上面，最后鸿海是背负了跳票之名啊。但我们来看看2026的今天，鸿海其实在2025啊，他们全年营收正式突破了8兆元的大关。那2026营收呢，有望挑战10兆的新高纪录，每股的盈余啊，这个 EPS 呢有机会上看到18到19元。文佳老师，先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也想说，之前的恩恩怨怨啊，尤其说郭台铭耍了川普哈，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觉得？其实呢，这个鸿海呢，就是作为一个商业的公司哦，在商言商嘛，在商言商，他认为呢，还是要以商业逻辑为一个基础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美国呢，因为环境改变了嘛，不愿意投入说属于比较赔钱的像这个面板厂而是他现在反而会转向呢，像 AI 的伺服器跟一些云端等等这些所以跟你讲的，为什么这个它的这个营收为什么那么亮丽是来自于 AI 伺服器跟云端这整个一个的一个需求强劲而来的。那当然了，在2017年当然他们有宣布说要在这个100亿，然后要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但是随着呢，我刚刚讲的一个所谓的高这个劳动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去美国那劳动成本相当高那还有供应链的结构跟市场需求改变，因为现在台湾就是 AI 再 AI，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景气循环股了。我想骆董也知道，只有 AI 科技股。那因此呢，我想当然这个就鸿海的话，它还是会以这个所谓的 AI 跟 AI 伺服器这个为主那当然啦，所以我想呢，这会被当然它最后呢，我想它的投资只降到6.7亿美金了，我想从100亿到6.7亿美金，你看落差这么大，就会被外界就误会或者是说被戏称就是承诺多，但是的这个所谓的实践的少。那因此呢，我想这个案子，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的一个耍弄，而是真的是投资环境跟公司的盈利需求而导致的结果，不然可能会更加的亏损。对，是。我们看到当年郭台铭他不愿意说做亏本生意，所以呢不愿意在美国卖面板，然后呢造成大赔钱可是现在对照来看，台积电在那边投资了蛮多的台积电可以不在美国赔钱卖晶片吗？那当然了，就是其实台积电跟鸿海又不大一样因为台积电毕竟它是全球一个布局它可以这个所谓的抓东补西嘛，来做一个弥补。而且呢，我觉得鸿海它有这个一部分呢有政治考虑，就是美国优先它为了尤其这个川普他第2任呢更祭出所有的一个高关税，那自然而然呢，它这个部分可能也为了它本身的厂的这个的公司营运。那此外，我想台湾政府也有相对的一个补助嘛而且你看，现在台湾遍地都是给他土地给他盖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是需要政府的一个互相大家的配合，才能让这个台积电有别于鸿海。OK， 因为台积电现在看到在2026还是一样你看 AI， 所以它被 AI 追着跑，客户这个不缺。鸿海其实也搭上了 AI 的热潮，像其中之一就是辉达。那么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受访的时候也说，鸿海是辉达在 AI 云端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那像也看到了这个鸿海董事长刘扬伟春节前呢也出席了所谓的兆元宴就是辉达宴请重要伙伴的这场聚会。先前呢，刘扬伟在法说会上对于2026年展望，他表达非常乐观的立场。法人方面也认为，受惠于 AI 产业的趋势确立，所以预估呢，鸿海将会随着那么 AI 机柜的出货量会持续的放量。好，陆董请教一下鸿海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打入？因为其实它转得很快，它立刻就能够转进打入 AI 供应链。那么靠的是什么样的产业战略呢？他们就是当初刘扬伟接任鸿海董事长以后，他就锁定3个方向，就智慧制造、智慧城市跟智慧电动车这3个方向。而且他把过去替 iPhone 组装厂，因为过去我们认为鸿海是一个组装厂而已，把 iPhone 手机把它组装好，把 iPad 这个平板电脑把它组装好，这样一个功能。但是他现在讲的，我不是指一个这样的一个组装，我可以不是卖一个零件基件给你。NVIDIA 的公司，我是把整个的机柜做好，
我是 AI 基础设施的这个供应商，你只要开发 AI 软体，我帮你整个自建所有的机柜做好卖给你，让你来使用。所以所有的 AI 的这个创造者啊，不管是 ChatGPT， 不管是 NVIDIA， 都要跟鸿海来合作，就是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把鸿海，你要做那个机柜，你要具备这个 GPU 的模组，你要基板，你要冷却系统，你要 NVLink 的交换器，还有这个机柜，你这些全部你都要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它充分发挥它 EMS 大厂电子整合原厂的能力，把一个机柜做好。那你知道一个机柜，真的一个鸿海的这个 AI 机柜就要1亿元以上，所以它去年卖了9400个机柜，就9400亿的这个收入。光是这样子，你想想看，鸿海怎么会不好？所以只要 AI 好，鸿海就会好，因为你做好 AI， 你把的所有的软体系统，你自建的，那来没关系，不用你建了，我鸿海帮你盖，是把你整个机柜都盖好了，你都不用做什么，所以它会让像 NVIDIA、ChatGPT 这样的厂很乐意跟鸿海合作，所以黄仁勋才说是他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 AI 里面除了晶片以外，最重要就是那个机柜，那机柜里面要有伺服器，那它才能够储存很多资料，所以 AI 算力中心也要靠它 ，AI 资料中心也要靠它，这超级电脑也要靠它，所以鸿海在这里发挥它所有过去累积多年的这个实力，终于在 AI 这一场这个机柜大战里面，它崭露头角，发挥领先。鸿海其实也希望能够华丽转身，就是说从原本的只做组装，到现在像您所提到的，提升它整合的能力哈，对，成为这个辉达在机柜上面呢是不可或缺的一股伙伴力量。好，那当然这个现在很多的，尤其是科技台厂呢，都面临到是不是会像台积电一样，得到美国去做布局，去做相关的一些布局的战略呢？《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美国供应管理学会他们追踪了一项工厂活动指数。那么到2025，就是去年12月呢，已经连续26个月处于收缩区间。2026今年1月份的新订单和生产才出现了回升的迹象。那因此呢，《华尔街日报》就认为某些方面延续了数十年来的优势这个趋势就是把工厂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导致了美国中西部城市人口减少，所以下了一个结论，就是扭转局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太可能会一触就可及。好，扭转局面不会是一触可及。那我们来看，就是现在提到的鸿海的例子所以鸿海只是其中之一，但黄老师觉得台湾有必要立刻去提到了这个2500亿的对外投资，这样的一个投资背后当然不是只是单纯的商业思考，那基于地缘跟国安因素也含在里面。您的看法？其实就我们台湾的企业来讲的话，如果你把台湾的企业当做一个国际关系的话，鸿海、台积电这些是超级大国。那所以你说他可不可以转型？他在 Wisconsin 或在哪里受挫，那只是他一根小指头，并不代表他其他的资金调度、人才还有这个重心移转就很难。可是中小企业就不一样。那如果拉到国际关系的话，就是台湾有点像国际关系中间的中小企业，就是说你资本没有那么多，你转向没有那么，你转不动，资金不够，人才不够，腹地不够，市场不够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呢，鸿海确实是转了。那台湾能不能够以台湾来讲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有几个2500亿，对不对？你投下去的话，你转不动了。对，因为一旦签下去以后，你没有更多余。如果我还有10倍以上的2500亿，我没关系，万一有差到时候再说，还拖在那边。但是其他的我还可以动。问题是台湾现在2个2500亿进去，再加上1.25兆的军购，所以事实上我们就会被在某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财政上会很卡。所以其实不只是2500亿这种天价也好，或者说这个金额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2026台湾必须要思考的是，因为产业的布局而造成的人才分散的问题，该如何去面对跟如何去因应。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搞的是天下大乱啊！台湾方面呢，则是看到跟美国终于在1月份达成了贸易协议。那台湾输往美国的关税呢，从先前的20%啊下调到15%，跟日本和韩国是一样。不过韩国一度是面临现在回调25%的这个突发状况。而且呢，台湾这次谈到的税率是不叠加的最惠国待遇的税率。那台湾的半导体跟科技产业呢，将要进行至少2500亿美元的新直接投资，用在到美国去建立跟扩充先进半导体、能源以及人工智慧的生产与创新能力这些相关的投资啊。这个刚刚也提到了2500亿，确实不是一个小数字。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会呢，在日前也发布了2026年工具机展望，表示呢，这个整个产业工具机的产值跟出口获利将会在2026年全面苏醒。那么工具机呢，今年出口到美国至少可以成长6%到8%。但是也有人担心，就是先前呢，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他不是说了吗？除了说要让美国的总统川普开心以外呢，他说呢，这次美国的战略就是呢，把台湾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产能的40%转移到美国，所以担心的人就说呢，这样会使得台湾失去了半导体生产的世界地位啊。所以骆老师觉得，目前我们看，当然这个还必须要等到国会整个后续的通过。可是就目前谈到的，我在之前也听到了童子贤，就是他说他是用乐观的态度来看这次整个台美关税最后的一个谈判结果哈。您觉得对于哪些行业是利多，那哪一些又是风险？利多的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工具机对他们讲是利多。因为过去因为日元贬值，还有对等关税，对我们去年对我们工具产业影响很大，冲击也很大。那现在既然关税是15%啊，不高于日本、韩国跟他们其一的这个税率，所以表示这是15%就是他们的保命符，也是具备应该有的竞争力。所以对工具产业来讲，今年绝对是他们的复苏的这个一年。第二个就是同样的，还是 ICT 产业，还有这个 AI 伺服器这个供应链。那我们仍然在这个产业维持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这些 CSP 业者呢，都只有跟台湾来下订单。我们台湾在机柜伺服器市场又保有国际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部分还是持续会畅旺。只要 AI 畅旺，那他们就持续畅旺。那第三个呢，因为 AI 要用到电，所以重电跟能源基础设施这方面我相信这个产业会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台达电过去都没有什么特别表现，但去年就表现非常好。那像重电的话，有华电还有士电这些重电的这些公司呢，去年它的股价都这个上涨超过1000块以上。就像我一个朋友，他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他们做这个 AI 伺服器里面的那个线束，他的股票去年涨到1700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去年都是他们爆发的一年。那今年只要 AI 持续畅旺 ，CSP 业者持续资本支出有这么大的话，那他们就会持续的好。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些产业都是我们的今年最有竞争力的行业。OK， 所以因为我看从2025一直到2026年年初整个股市是呈现一个蛮两极化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半导体AI 高科技相关的类股是一路狂飙，甚至呢使得整个大盘就坐稳了3万点当然今年大家也在看说会继续上攻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整个大趋势怎么观察？还有包括特别是传产会担心 ，OK， 它会拉开，就是它跟大盘是脱钩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台股现在跟美国的股市联动性很高，联动性非常强。所以如果美股持续畅旺的话，那我想台股就不会弱，也会跟着持续走。那至于传统产业的话，今年应该会相对比去年要好一年，因为去年呢是一个不确定关税的年，所以大家一直心浮不定，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现在传统产业
它既然有了 AI 这工具，那除了传统产业如何运用这个 AI 的工具，发展新的创新能力，这就是今年他们复苏的一年。所以产厂可以好好利用这一年。对，像去年我们的巨大这些自行车业者啊，就受伤都有，所以希望今年他们能够改善，然后能够充分的运用 AI 的这个工具，好好来发挥它的创新能力 ，OK， 创造它应该有的业绩。我们提到了 AI， 其实在2026这个 AI 的大趋势一定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 AI 是越来越畅旺。但是 AI 会不会相对的也剥夺掉或是取代掉很多的工作机会呢？这也是很多的上班族特别是尤其是白领精英会担心的事情。Morgan Stanley 他们有一个最新研究就显示说，英国企业呢，在过去12个月，因为导入 AI， 结果出现了大约8%的净职位流失。在所有受到调查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当中，英国是排名最高的这个调查了英国、美国、日本、德国跟澳洲这些国家，涵盖了消费、零售、房地产、交通、医疗设备，还有汽车5大产业。而报告也指出，虽然大部分的企业都因为 AI 的出现有提升效率，但是只有在英国，特别点名的英国是英国出现了裁减职位多于新增职位的情况，显示英国的劳动市场结构对于 AI 所带来的冲击应对的弹性相对不足。那除了英国，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呢，美国统计局把劳动生产力的计算方法那现在是定在是说呢，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总量除以工作小时数，所以呢，算了下来呢，第3季实质 GDP 年增率是4.3%。那只要工作小时数没有大幅增加，劳动生产力呢就有望大幅提升。那这个数据其实代表了今天的企业能够以更少的员工完成更多的工作。可是这种成长呢，其实更应该归出我们刚才讲的，是因为计算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像是简化了人才需求啦、自动化流程啦，还有提高营运效率等等不能完全说都是因为 AI 所以造成了整体效率的提升。好，所以跟计算方式有关的，但是 AI 相关的股票呢，在2025一直到今年2026年初呢，我们看到在股票市场就是这个整个交易市场还是非常的畅旺。可是对于劳动力的贡献，为什么反而不明显？黄老师觉得？哎呀，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泡沫？是大概你看到每一个这个欧洲、美国的谈话性节目都会财经台都会讨论，而且说法都不同。对，说法不一样，看完了以后你还是没有答案。那 AI 基本上制造业自动化害了一堆蓝领被裁员，那 AI 害一堆白领被裁员。对，因为它不需要你。可是话再说回来 ，AI 基本上它是就大的数据库里面的一些算力，去帮你的有逻辑性的帮你去找出一些解方或者是一些你需要的答案，或者查找资料。这些算力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脑力。换句话说，你要会用那个 AI， 你才能把 AI 发挥出来。所以 AI 如果说是科技，我去买 AI 的硬体，那个很快。但是你说人才的培育、组织的转型，我需不需要那么多人？谁管谁？这个管理的问题、在职再教育的问题，会决定那个他需要的人，他需要的人。要透过这些，他才能够更好运用 AI。我们如果以老师来当做例子如果是教授的话，如果现在面对 AI 的科技，因为学生一定要使用或者是学习 AI 的工具，那以教授来讲，比如说就是白领的阶级，那所以要如何不被 AI 给取代？我觉得最简单的讲，因为我是文科的，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工具都一样都是付费软体，对不对？可是你让大学部的学生去问一个问题求答案，跟研究所的人他问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那教授当然就是更老练了。那更厉害的话，他会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一个问题，然后反复的去一直问这个问题，所以你答出来就会更精炼。我还是觉得啦，知识有的时候是靠积累的。那大数据跟冷的数字并没有办法取代知识。
对，所以其实教授还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要怎么样能够带领学生去问出更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对问题跟问错问题啊，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 AI 可以帮助教授去查出来哪些学生用 AI 写答案，也是哈。所以这个在 AI 时代，确实啊，要学会如何问更好的问题。这个是其实不只是白领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但是会引发什么样新的劳动问题？当然啦，这个劳动问题我先讲一个事啊，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了说，就整个一个台湾现在的股市嘛，就是去年我看是有这个一个人股民超150万的一个收益啊，平均比如150万，但实际上我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赚钱，因为都是买一些传统产业嘛，就买错了，买错了。那 AI 买 AI 就赚大钱嘛，那 AI 可能是有300万甚至更多。那当然了，这个 AI 对劳动当然是有这种情况嘛，懂 AI 的那当然薪水高。不懂的可能会被边缘甚至被裁员，这是我想在 AI 带一个劳动的改变了。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薪资会不同样，因为有些这个很会操作薪资的，会操作 AI， 然后当然薪资就高，不会操作就低。因为明明在台积电里面有些很薪水高，有些薪水很低，虽然都很高啊，但是实际上它就落差就有甚至有数十倍、数百倍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歧视跟所谓的招聘不公平哦，因为现在一出来就说要懂 AI， 那不会 AI 怎么办？对吧？因为就像我跟黄老师都是我们都教文科的，那教文科的何去何从？这是有一个部分。还有我觉得整个一个人力的市场会再分配。那显而易见呢，现在我记忆很深刻，现在在整个文科里面没有人要去念。